我们分头攻击他，他应付不了我们2个人。纳尼？他竟然能同时看2个方向！我早知道你们会这样，吃我一记，前往扫六合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杨917。最近呢，感兴趣的新品做完了，就要做点老玩具吧，就相对老玩具啊。就今天带来这款 SS 的变5暗天陨，或者叫暗天绸，或者什么擎天柱也可以吧。那这款作为 SS 变4擎天柱的重涂呢，就舆论上的低 buff 也挺厉害的，因为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这个背包嘛。但我个人对于变4柱这个背包不算特别抵触啊。这怎么说呢？因为它正面确实漂亮啊。不过当然这款我贴了水贴的，就是它原版涂装没有那么漂亮了。就原版涂装跟这个水平差不多啊。就可能会有人说什么正面金刚之类的，但我个人其实就比较在意正面造型。就它后面这个背包，你只要不影响正面造型，不影响它战力性，我个人感觉都 OK。就至少我对骑士柱这个模具态度算比较中等嘛，就没有说特别讨厌，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其实很多人不满的地方在于是它本身作为一个 L 级，它已经占了那么多分件的情况下，它这个背包还是那么完整一个车壳，就不满在于这个地方。可能也倒不一定说是讨厌它的造型之类的。然后很多人拿这个骑士柱跟 SS 金破天比啊，但要我来说，就是骑士柱和这个金破天2者之间2选1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这个骑士柱啊。就金破天这个问题，我在早期视频也说过啊，就金破天实际上更可惜啊。你要成本上 L 级的话，它肯定比现在漂亮很多啊。就可惜最后还是个危级啊，就导致它什么转轴外露啊，还有什么平面胸啊，还有这个背包导致它这个正面看起来太方啊之类的。就相当于这2个放在一起，大家也能看出来哪个更漂亮一点。当然这个金破天我自己重涂过，就这2个放在一起，这造型上肯定还是这个骑士柱更漂亮一点。还有就是很多人说这个金破天这个结构是超 UT 的，但实际上你找玩过这个老危级就知道啊，它这个结构基本上就是老危级基础上做的优化，就包括你看这个车头以这个车顶的位置都能看出来啊，就基本上跟老危级差不多，甚至包括这个轮子位置也差不多的。有点跑题了。那回到这款玩具本身吧，就首先这款玩具我觉得做的最差的地方在于这张脸啊，就这次做的这个露嘴脸啊，这脸上这些细节可以说做的挺不错的，但是这个眼睛做的真不行啊。就首先它这个眼皮也涂了，就导致它这个眼睛比变4要长很多，而且这次这个眼间距明显比变4宽了不少，就导致这种正面在看的时候就明显有那种就一个眼睛盯梢一个眼睛放上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突出一个堂字啊。就这个脸是真的挺难看的，除眼睛以外呢，这头雕别的地方还可以啊，就可以看到把变5暗天陨就脸上这个不对称的涂装给做出来了，就这个细节还是可以的。然后手感上的话，我个人觉得有比变4好的地方，也有比变4差的地方。首先这次这个脚后跟做了加固，就不仅不是那么容易脱落了，而且明显感觉比这个变4这个要硬不少，就关节支撑力度也变得更强了。变4这个玩久以后可以看到前后晃还挺厉害的，而且就可以看到前后晃的时候它这个形变主要发生在这一块儿，就甚至你背个剑盾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整体重心往后来一点，它这背包甚至有点撑不住了。变5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变5晃的时候它这个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什么形变的，就整个脚的一体性明显比变4要好很多。然后变5的这个剑真的非常松，就松到一个什么地步，就你这样一晃是可以直接晃出来的，就几乎拿不紧了，就你只有说把这手握很紧才能让它稍微拿紧一点，但实际上基本上没什么用啊，一样是拿不紧，这把玩时候就非常难受了，就基本上随便掉。然后肋部这个关节容易松的地方依然没有修复啊，就基本上你玩着玩着就松了，就这个在变4那个也是一样出现了，但变5这个就说实话就半斤八两，就这一块并没有修复。然后这款小臂造型改成了拔剑以后的造型啊，就可以看到变4这个造型是拔剑以前的造型啊，然后并且也可以看到就是整体这个塑料啊是比变4这个要深不少，就为了契合变5暗天绸那个整体的那个偏暗色调嘛，但这也导致它这个配件色调也是偏暗的，就可以看到它整体这个蓝色这个塑料跟变4蓝色是有色差的，这导致如果你想把这手炮给变4用的话，就这边是会有色差的，就怎么说能用也是能用，只要你能接受这个色差就可以了。然后这款其他配件就还有一个跟变4一模一样的这个剑和盾，包括这个盾牌连接剑，然后另外是这样一个手刀啊，就这个手刀跟变4是不一样的，搭载方法是跟变4一样的，就一样这样子，搭载以后的造型还可以啊。然后盾牌一样包含这个展开这个机构，就是这样子，把它卸下来以后插到旁边去，就差不多是这样子。这2片角度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啊，就你想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放，因为它这个盾牌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还原这个电影院这个展开机构的，这个展开效果就是这样子，这个帅起来还挺帅气的。然后配件搭载还跟老的一样，就这样插一下，然后把剑给插进去，再把这个插到背上。然后这2个配件虽然说这边一边各能插一个，但我个人建议是你把它合起来一插，就具体原因嘛，就是这边是个上漆的，就你把它插上去以后，这边肯定会掉漆啊，就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啊，插时间长了肯定会掉漆。
就你只要一边，就总比两边全掉好。搭载起来就这个效果。基本上这款可以讲的地方也不多了，因为大部分我之前在讲变4那款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就这款我个人感觉跟变4那款差别不太大，就主要还是优化脚后跟那边，其他的像键那块感觉基本上就是模具就是公差有问题了。对，顺带一提啊，如果 SS 有机会出暗焰的话，那大家是有机会能看到废暗版本的擎天柱的。就暗焰里的骑士柱实际上就是变4废暗版本的骑士柱啊。如果 SS 后面真的会出暗焰的话，那我觉得大概率是会出这个废暗版本擎天柱的，所以说后面还是可以期待一手的。接下来演示一下可动吧。头部抬头低头这么多，侧头是这么多，平转是会挡住的，就这块是会有干涉，所以说做不到360度。胳膊360度是没有问题的，胳膊侧抬是90度。然后这边解锁的话，可以做一个非常抽象的这个往后的蝴蝶关节，但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以看到非常丑啊，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当然没有了。胳膊平转可以有360度，曲肘是180度，也是变形关系啊。然后腰转是可以有180度的。但主要问题还在于它这个腰转是只转下面啊，就这个裙甲不会跟着转，就跟这个变4擎天柱和之前那个 A 版擎天柱是一样的问题啊。大腿前抬是这么多，后抬会被我挡住，侧抬是90度，大腿平转在这个位置有360度，屈膝这个差不多是90度，接地可以有这么多90度，然后前后接地靠这个，就这一次的话，这个脚后跟这个强度确实可以起到一个接地作用了。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变形吧。然后这块这个拳头，我个人是喜欢把这边朝外面啊，因为变成车型以后，从后往这边看是可以看到拳头的，所以说我个人喜欢把这个手背朝后面，就这样的话，看到这个手背看起来比看到这个拳头要好看一些。然后这一块的话，我之前做变4的时候，之前说这边透明件感觉很容易断啊之类的，但是我现在经过那么多透明件洗礼以后，我个人对这块感觉也还行啊，所以说就随便扣吧。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透明件里面做了卡位啊，所以当时觉得这个透明件是不是很容易裂啊之类的。但实际上玩多了以后，其实也还好。就我变4那款被我变了那么多次，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就这一步比较失误啊，应该一开始就转的，结果我给拖到最后才转了。
然后另外一边应该忘顶啊，就这边的话，你要把这块顶住，然后再往里面盖啊。不然你不顶住的话，你往里面一盖，这一挤就直接把这块挤进去了。直接把这样顶住以后，再往里面盖，就 OK 了。然后这些很多人反馈说这块盖不紧啊，实际上这块可以盖得很紧啊，就像我现在这样子。你中间这块确实非常容易松，就我建议你是实在不行，你到最后一步再盖。就你最后一步之前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可能变形嘛，就导致这边一磨就弹出来了。就你到最后一步再盖，那可以确保它盖得很紧。那么这款车型就是这个样子啊，就不管变4变5这个骑士柱的这个车型做的都是非常不错啊。当然变4这个我贴了点水贴啊，就是这个车灯这块，就可以说一众第三方里面这个车型是很难做过这个 SS 这个车型的。还有这款这滚动性可以说真的很不错啊，就6个轮子全是能接地的，而且全是铆钉轮啊，就可以看到一滚可以滚很远。然后我忘了上次有没有做过这个去连86柱这个车厢这个效果，就搭载86柱车厢以后是这个效果。但可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就搭载以后，86柱这个车厢这个前轮就不太能接地了，因为它这块这个高度实际上是比86柱这个车厢这个连接口要高的。然后这款并不能搭载 SS44 这个车厢啊，就包括变4那款也不能搭载，因为这个口对比 SS44 这个车厢实在太小了。就总的来说呢，这款并没有什么惊喜啊，就除了我刚刚说的2点以及配色还有配件上区别以外，它手感和变4骑士柱其实是大差不差的。而且这款我记得没错的话是比变4骑士柱要贵的。就唯一的优点就是这款没有纯 K 啊，除非说你真的非常喜欢按天允，不然的话我建议还是买骑士柱吧，因为真的可以便宜很多。而且骑士柱这个 KO 其实也很好分辨啊，就主流方法还是看头雕啊，主要还是看这边这4个点，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就是怎么说这边太小啊，你看我那个手指对比它真的是庞然巨物啊。如果有这4个点，那就是正版；如果没有这4个点，那就是盗版。然后之前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这个眼睛啊，就之前这个 KO 眼睛跟变5这款一样，就它把眼皮也涂了。但是怎么说呢？我印象里后面好像这个 KO 迭代了一版，就把这个眼睛这个问题给修掉了。哦，对，这个顺便说一下，就这个 KO 我印象里是后面出过带盒版本的。就如果你看到这人有盒的话，不一定代表它不是 KO 啊，就有可能他买的是带盒版本的。当然，当时这个带盒版本这样纯冤种价啊，因为这个 KO 最早是骗大家说是散货的。就只能说非常可恶啊！所以说靠眼睛分辨，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可靠啊。到底有没有修，大家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我印象也是后面有一版修掉了，反正口罩分辨法是最稳的。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个人还是建议你买这个变色骑士柱的。按天允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主要还是有点太贵了。哎，你要以配色的话，我个人还是更喜欢骑士柱这个配色的，因为骑士柱这个配色明显看起来更亮一点。就我个人比较喜欢更亮一点的配色。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啊，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啊，拜拜。